你见过最震撼的游戏场景是哪一幕？这款游戏让无数向往太空的玩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巨大无比的恒星级战舰因为损毁而坠入海中，从而引发了滔天的巨浪。奥林帕斯山号向着高空疾驰，并一路迈进浩瀚无垠的太空。在将跃迁引擎启动后，它能够在数秒的时间到达太阳系的任何地方，甚至能够出现在战场的中心，给予对方致命性打击。除此以外，玩家还可以在零下300度的木卫二看到近在咫尺的木星，能够在月球上驾驶战车横穿整片硝烟四起的战场，在炙热无比的水星感受太阳那可怕的光和热。如果说高级战争讲述了忠诚的代价，那么这一座就是诠释了牺牲的伟大。惩戒号上无懦夫。借这个机会，狂魔今天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被严重低估的 COD 系列作品《使命召唤13：无限战争》。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未来的太阳系，由于地球资源枯竭，人类迫不得已成立了联合宇宙联盟，并派遣一部分人类开始向火星殖民。但上了岸的鱼也就不再是鱼，而是极端的鱼。也就是说，这群先一步到达火星的人类，不但建立了新的规则，有了新的意识形态，还成为了火星极端分子，意图反过来征服地球。某天，人类一方收到情报，木卫二的武器开发设施遭到了火星极端组织的攻击，于是人类立马派遣饿狼小队前往那里带走武器原型。开启舱门的瞬间，温度就降至零下300度，随即他们从高处跳下，在穿过云层之后，饿狼小队在喷射装置的辅助下安稳落地。映入眼帘的赫然是占据了一大半地平线的木星。小队可谓是训练有素，不断向着设施内部潜入。他们使用各种未来武器，自动爬到敌人身上爆炸的机器人，能够让敌人失去重心的反重力手雷，手段可谓是层出不穷。很快他们便取到了武器原型，并且启动了自毁程序。可由于数架 C12极端坦克阻拦，饿狼小队只能将舱门和机器人一同炸毁。由于舱内施压，导致他们被吸到了设施之外，从而被敌人抓获。极端将军考奇也来到了这里。饿狼队长面对审讯，没有泄露任何关于人类的情报。考奇见状，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心狠手辣，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击杀了自己的友军。随即他命令手下将饿狼小队全部杀害，木卫二也成为了他们的领土。回到人类总部日内瓦，看到如此嚣张的极端分子，气愤不已的雷耶斯上尉立马询问一旁的上将瑞恩斯怎么看。坐着看。上将表示，碍于高层的畏手畏脚和一部分人在从中作梗，他们身为士兵，就算深知犹豫就会败北，可只要碍于高层的命令，也只能束手无策。无奈之下，雷耶斯中尉只能与队友小萨会面。他们一路穿过纪念逝者的过道，前去参加名为舰队周的节日游行。人类所有的战舰都来到了总部日内瓦，参加这场浩大的庆典。想必眼前的人类战舰只要全部出动，绝对能够将火星极端分子的战舰破坏到只剩2架。在游行广播员的介绍下，他们一路来到了飞机上，认识了自己的新战友——强化型战术机器人伊森。伊森并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机器，他可以感受喜怒哀乐，甚至还能满嘴骚话的和队友打趣。随着飞机起飞，日内瓦的繁华尽收眼底。但这时己方的防空炮却悄无声息地瞄准了舰队，在一阵阵炮击下，空中毫无防备的飞机和战舰接连遭到重创，一头栽进了港口的水中。当雷耶斯和小萨迫降以后，才发现原来是火星的极端分子开始了进攻日内瓦。好在雷耶斯战斗经验丰富，立马与小萨向着控制塔杀去，以夺回防空炮的控制权。可怕的是，在他们前进的途中，不断有战舰被自家的防空炮击落，一路上都是早有准备的敌人。人类一方可谓是损失惨重。所幸在雷耶斯的率领下，小萨与伊森等队友终于杀进了控制塔。在伊森的爆破下，大门被强行打开，雷耶斯得以肆无忌惮地清空敌军，小队成功夺回了火炮的控制权，而极端间谍也被他们抓获。不愧是极端分子，这个间谍还是一位敌方的指挥官。虽然总部的危机暂时解除，但月球之上的太空港也正遭受敌方的极端包围。于是雷耶斯驾驶胡兰号，带领小队与惩戒号和日食号2艘宇宙战舰组成舰队，在将队形调整好以后，径直向着月球的方向全速前进。随着一股恐怖的推背感，舰队以可怕的速度直入云霄，在短短数秒时间内便来到了太空之中。此时敌方的极端战舰早已恭候多时，人类舰队立马对其展开了进攻。凭借着熟练的驾驶技巧，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方的舰队。可就在雷耶斯准备返回惩戒号时，一阵恐怖的空间波动浮现，火星极端势力的超级航母奥林帕斯山号瞬间跃迁到了人类的舰队中央，并展开了毁灭一切的攻击。人类舰队顷刻间土崩瓦解，眼见友军接连阵亡，惩戒号舰长决定破釜沉舟，硬是靠着最原始的撞击，侥幸撞毁了超级航母的火控室，这才逼得对方使用了极端跃迁逃走。得以回到母舰上的雷耶斯，本来还想斥责惩戒号舰长的行为，但还没来得及开口，舰长就已经被横着抬出来了，就连副舰长也没了。雷耶斯上尉成为了惩戒号上军衔最高的人。经过了这场惨烈的战斗，人类舰队只剩下了惩戒号和底格里斯号2艘战舰。于是在上将瑞恩斯授意下，雷耶斯上尉直接连跳3级，被升为了中校，并成为了惩戒号的新舰长。来不及庆祝升职加薪，惩戒号立即向着月球开始跃迁，准备前去月球上的货物码头夺回重建舰队所需的货物。抵达月球后，荣升舰长的雷耶斯率领18人的小队，以母舰空投的方式径直杀向了月球的太空港。此时极端分子已经包围了这里，雷耶斯也是豁出去了，果断带头冲锋杀进了港口之内。小队负责地面进攻，他在高处提供空对地火力压制，但由于敌方的极端战机打碎了玻璃，导致小队险些因为施压全军覆没。关键时刻还得是伊森替雷耶斯挡下了飞来的残骸。在他们奋力推进的攻势下，地面的极端分子无一生还。接下来他们开始进行升空作战。此时惩戒号和底格里斯号正在与敌方
方的战舰进行交战。由于战机的火力有限，雷耶斯索性直接跳下战机，从极端战舰的外围杀进了其内部。到了战舰之内，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雷耶斯，敌方的武器系统被成功关闭。随着雷耶斯完成撤离，底格里斯号动用全部火力将敌方战舰彻底摧毁。尽管从开战以来，人类一方一直都在取得胜利，但他们现在却还是属于背水一战。为了给重建舰队争取时间，他们决定先摧毁极端分子在土卫六的燃料补给站。在途中，雷耶斯还顺带摧毁了一艘敌方的宇宙战舰。随后，他们驾驶战机穿过可怕的雷电风暴，来到了土卫六的地面，并在指定地点空投了一架 C-12主战坦克。有了重型火力的支援，他们可谓是如履平地。但敌方也随之空投了一架同款极端坦克。由于敌方坦克是要更极端一点，很快友军 C-12便失去了抵抗能力。不得已之下，雷耶斯只能亲自拿起火箭筒摧毁了敌方坦克。可就在他们撤离的时候，庞大无比的奥林帕斯山号却闻讯赶到了木卫六，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火星极端上将考奇甚至还要求他们立即缴械投降，接受处决。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雷耶斯的小队决定拼死反击。他们不顾一切地摧毁了燃料塔。就在雷耶斯准备返航的途中，奥林帕斯山号再次出现，失去了地面优势。雷耶斯的战机很快便损毁严重。关键时刻，伊森毫不犹豫地带着雷耶斯离开战机。惩戒号面对这种超级航母，也只能被迫跃迁逃离战场。然而在这广袤无垠的太空之中，雷耶斯的作战服却发生了泄漏。意识到雷耶斯不可能在太空存活多久，即便自己也在害怕，伊森还是以开玩笑的方式鼓励着雷耶斯。当雷耶斯再次醒来，他已经身处底格里斯号上，伊森也安然无恙地陪伴在他身边。原来当时上将已经放弃了雷耶斯，但底格里斯舰长费兰却执意要来营救他。当费兰找到雷耶斯的时候，伊森为了保护舰长，在太空中都结冰了。在雷耶斯心中，伊森也早就成为了他的机器人兄弟。重新回到惩戒号的雷耶斯前往了水星附近的造神星，准备前去调查失联的采矿殖民地。由于造神星的轨道偏移，导致这里的温度达到了900度，他们只能在太阳还未出现的时候冲进建筑物内，避免阳光照射。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幸存的工作人员，原来是极端分子的攻击将造神星炸离了原先的轨道。小队本打算带上工作人员撤离，可因为温度实在太高，导致矿场发生了爆炸。奥马尔上士为了救援工作人员，坚决下去进行搜救。由于火势越来越猛，他们也不得不选择了撤离，队友奥马尔因此牺牲。然而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底格里斯号遭到了奥林帕斯山号的攻击。原来这一切都是火星极端分子的阴谋，他们前往造神星，只是敌方为了将他们逐个击破。看着眼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底格里斯号残骸，雷耶斯决定对火星展开拼死反攻。为了获取主动权，他们决定将极端分子的奥林帕斯山号引诱至地球的总部，对其进行埋伏。而之所以可以这样计划，是因为之前抓获的极端间谍体内有着一枚信号发射器，一旦信号发射器被摧毁，就表示人类的防空系统彻底瘫痪。认为空域安全的火星极端分子便会立即开始入侵地球。可就在人类押送极端间谍前往医院的路上，却遭到了极端分子的攻击，导致间谍趁机逃走。见到这一幕，雷耶斯为了争分夺秒，选择独自一人前去追捕间谍。没有了队友的束缚，试图拦路的极端分子在他的枪下连身体都支撑不住。很快，雷耶斯便追到了一处钟楼的顶端，没曾料到间谍竟然偷袭了他。雷耶斯只能眼看着间谍触发引爆装置，将防空设施全部摧毁，而间谍也在随后取出并摧毁了信号发射器。片刻之间，奥林帕斯山号便来到了总部的上空，还没等上将反应过来，敌方便摧毁了他所在的指挥部。如今的人类没有了退路，雷耶斯只能选择亲自出手，进入奥林帕斯山号的内部，夺取战舰的控制权。他驾驶胡狼战机，不顾一切地冲向敌舰，配合惩戒号跃迁到中间吸引火力。雷耶斯在胡狼失去控制的最后一刻，依靠弹射进入到了奥林帕斯山号内部。只要雷耶斯成功登舰，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极端分子能够阻拦他分毫，就连敌方的极端坦克也无法坚持哪怕1秒钟。在经历了敌方的顽强抵抗后，雷耶斯终于除掉了极端上将考奇。而现在他们要做的便是趁热打铁，在火星极端分子还未知晓奥林帕斯山号被夺取之前，前往火星给予对方毁灭性的打击。此刻战舰上的每一位战士都已经抱有必死的决心。随着跃迁完成，火星这颗红色星球映入眼帘，他们的首要目标便是摧毁前方的太空电梯。在奥林帕斯山号的猛烈攻势下，他们不断向着太空电梯逼近。可因为极端分子的抵抗过于顽强，他们打算利用奥林帕斯山号撞向太空电梯，但此时惩戒号却失去了控制，导致关键时刻两舰撞在了一起。乘坐战机的雷耶斯也因为爆炸的冲击迫降在了火星之上。下一刻，惩戒号径直坠毁在了前方不远处，奥林帕斯山号也紧接着坠毁。前往残骸的路上，皆是牺牲的战友，就连队员鹿岛也因为失血过多回天乏术。鹿岛临死前还在询问雷耶斯，火星好像是下雨了。来不及悲伤，雷耶斯来到惩戒号的残骸处，召集了幸存的战友。幸运的是，伊森这个可靠的兄弟还入侵了奥林帕斯山号的战斗机器人，他们将会为友军提供火力支援。随即，惩戒号的队员们重整旗鼓，再次向着太空电梯进发。他们这一次并不是为了胜利而战，而是以自己的生命尽可能为人类赢得一丝喘息的机会。随着舱门打开，小队在枪林弹雨的攻势下，悍不畏死的向着太空电梯杀去。就在他们强行打开一处铁门的时候，敌军飞艇却发动了攻击。队友盖特不顾一切推开雷耶斯，盖特因此牺牲。看着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雷耶斯心中充满了愧疚和不甘。他拼了命的顶在前方，希望能够尽可能为队友分担压力。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则让雷耶斯彻底破防。他要求胡狼战机的飞行员摧毁敌方的防空炮，可战机的弹药却早已耗尽。飞行员眼见别无他法，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在为战友送上最后的祝福后，飞行员毅然决然地撞向了防空炮。
因为他的牺牲，惩戒号队员得以来到了太空电梯下方。为了替先头部队拖延时间，格里夫带领剩下的战友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断后，先头部队也只能默默地留下一句。他们乘上太空电梯，向着高处的船坞疾驰而去。来到最高处，轮机长麦卡伦也因为试图保护舰长，从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今的他们已然视死如归。雷耶斯命令小萨带领其余队员前去登上敌方的一艘战舰，以彻底摧毁连接太空电梯的船坞，而他则与伊森前去启动火控系统和摧毁锚具，以便战舰能够移动和开火。很快，在雷耶斯毫无顾忌的攻势下，火控系统被成功启动。由于核心电磁干扰，雷耶斯只能远程操作伊森前去手动摧毁锚具。可当伊森来到锚具面前的时候，因为锚具受到锁定，伊森只能选择让雷耶斯启动他的自毁装置，以点燃核心。同样是祝愿舰长好运，伊森在一阵爆炸声中牺牲了。接下来轮到舰长雷耶斯了。为了能够确保摧毁船坞，雷耶斯命令小萨向他的位置开火。在他一声声的命令下，战舰发射了全部的火力，而雷耶斯也因为玻璃碎裂导致的施压，被抛到了太空之中。人类那渺小的身躯，在属于战舰的太空战场，如同狂风暴雨中的一叶孤舟。雷耶斯没有丝毫抵抗能力的被抛向了太空的深处，而向着四面八方迸射的碎片，就那样一次次的砸在他的氧气面罩上。随着最后一块碎片飞来，雷耶斯的氧气面罩彻底碎裂，而这位舰长也为此付出了生命。这场战役过后，惩戒号阵亡了763人，仅有包括小萨在内的4人幸存。惩戒号上无懦夫，愿逝者安息。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